是不是？你说呀，你跟我说呀！你冷静点。我不是要冷静，我是要狠心。我你冷静点。狠心一点，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你冷静点。哎，童小姐，同学，童小姐，同学，同学，老马，哎，哎呀，童小姐怎么了？你上去看看。哦，好。一定很痛，是不是？别碰我！莫先生，您的衣服脏了，不如先去换件衣服吧。老马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是谁？是谁告诉他的？是谁？喂，出来吧。虽然空气这么冷，夜晚这么漆黑，但是我看见他大受打击的样子，还是挺享受的。尤其是看见你这么着急找我，我好感动啊！你还跟他说了什么？没有，我只是请他喝茶。不过他那一脸无辜的蠢相，还真叫人可怜。我已经警告过你，不要去碰他了。我听你的话，我没碰。我只想让他知道真相，免得他想破脑袋也不知道怎么招惹你莫少谦，让他死得瞑目而已。滚！马上！我不滚了。你打我啊？我从来不打女人的，不要逼我。我刚才明明看见你打他了。哦，这儿，不就这边吗？来。我打她，因为她是我的女人。我只会打我的女人。莫少谦，我才是你的女人。不管你承不承认，我们都是夫妻。10年前我已经跟你说过要离婚了。这10年来，我没有跟你待在同一个房间里面，没有跟你睡在同一张床上。你有什么资格当我的女人？你算什么我的妻子？不管你做什么，他都不会爱你。别白日做梦。你也是。
你一直以为自己是高高在上、能掌控一切的神，其实你穷的就剩下一身珠光宝气所抱着的一颗破烂、阴暗的心。你在背后装神弄鬼，自得其乐。其实你自己知道，你有多可怜，连你的亲弟弟都要背叛你。我不会还手的。我说过了，我只会打我的女人，滚不滚随便你，你就留在这里，一个人自得其乐吧。莫先生，童小姐已经好多了。好些了吗？我看见你和你太太在吵架，这不关你的事。是吗？他今天带我去喝茶，对我说了一些话。他看起来是那么的温柔、大度、善良。他说你很爱他，我相信。他说他无法回报你的爱，所以感到很抱歉，我相信。他说他对我也感到很抱歉，很想帮我也相信。但是我看见你们在吵架，我觉得你并不爱他。虽然我不知道你们在吵什么，但是我看见他打你，跟他喝茶的时候像两个人似的。他的温柔、大度、善良，都是假装出来的吗？那么，他说我爸因为50万出卖了你爸，害死了你爸，我又应该相信他吗？你告诉我，他是不是在骗我？你走吧。恭喜你终于成功的让我对你倒进了胃口。告诉我！我叫你走。告诉我！我叫你走！告诉我！你告诉我！你告诉我呀！告诉你什么呀？想我告诉你他是骗你的，想我告诉你你爸没有贪污，你爸是一个很正直、很正气的人，是不是？陆先生，莫先生，陆先生，你的手，尽快下去，快点。莫先生，你们出去。莫先生，你冷静。你们出去。莫先生，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！别进来！莫先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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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冷静点。莫先生，怎么办呀？赶快打电话给莫老太太，我舅舅去接她。你把我关在这里是为了惩罚我，因为我爸害死了你爸。我爸对不起你，那我呢？谁对不起我了？谁对不起我了？闭嘴！你心虚了是不是？你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你自己。你知道自己做错，你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做错了，是不是？你是他女儿还是该死？我爸已经让我死了，还赔上了我妈，你还让我怎么样啊？我已经失去父母了，我已经失去父母了，我还是亲眼看着他们死的。
你还能看着你爸死。可是我连我爸最后一面都没能看到。当我赶回来的时候，我只能看到我爸一副冷冰冰的尸体。当你亲眼看着你爸死的时候，你有过去握住他的手是吗？他的手应该还是温暖的，是吗？可是当我握着我爸的手的时候，他的手是冷冰冰的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为什么一直都不告诉我？我一直以为你是禽兽，你是魔鬼，但是作为仇人的女儿，你一直对我还不错。你是想利用仇恨把自己变成一个可怕的人，但是你做不到，因为你就不是这样的人。你是想报仇，但是你下不了手。3年了，你下不了手了，是不是？你不想放过我，但是你又下不了手。你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是不是？我现在就杀了你！怕了没有？陆先生，陆先生，你要冷静啊，千万不能这样啊！你以为我不敢杀你？你以为你很了解我？今天我们就来个了断，我们一了百了，以后谁也不欠谁，谁也不欠谁。你怕了没有？怕了没有？怕了没有？陆先生，您不要这样啊！开门呐！你滚！滚！我这少天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永远不要见到你！他把你打成这样，蒋阿姨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们先送你走。不，我不能走，我走了他会告发我舅舅的。放心吧，你可以走。你怎么知道？对不起，我没告诉你，我是少谦的母亲。什么？你是少谦的母亲？你也在骗我！滕小姐，你不要碰我，连你也是骗我的。真的对不起。你不要说，你们都在骗我，所有的人都在骗我。这次是真的，你可以安心的走。少谦，他不会再对付你，也不会对付你舅舅。真的？真的，我以少谦母亲的身份向你保证。滕小姐，
莫老太太，喝点水吧。对不起，这么晚了，我擅自做主，让老马把您接过来了。没事儿，要是我能早点过来就好了。童小姐一回来，我就察觉事情不对，可没想到会发展成这样。我去看看我儿子。他走了，我让小马跟着他，放心吧。既然决定放他走，又何苦折磨自己？何苦撕破脸？让他走之前还要恨你呢？我宁他恨我。有人撕破脸是为了恨，有人撕破脸是为了爱。开慢点儿，开慢点儿，小心撞车。月月，同学在那儿。同学，月莹。同学，你怎么满身是血啊？哪受伤了？没有，我没事，不是我。你真该死！你竟然敢一个人去找他！你竟然不让我陪你一起去！我发誓，我再也不理你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真该死！我再也不理你了。月言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原本不想打扰你们哭的。但这实在太冷了，有什么事回家再说吧。高兴，你怎么也来了？我怕那个坏蛋莫少谦还缠着你，追着你，我就让他跟我一起来保护你。必要的时候呀，揍他，揍死他。同学，你怎么没有穿着鞋就跑出来了？同学，你怎么不告诉我，让我给你带一双鞋子呀？你真是的。好了好了，什么都不要说了。我们赶紧回去吧，有什么事回去再说。同学都已经累了。好，有什么事回去再说，别急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好了，我们先回去吧。
我亲眼看见童小姐的2个朋友把她给接走了。快上去通知莫先生，好让他也放心。是。丁管家，怎么样？跟他说了吗？说了。他点了点头，什么都没说。你进去看看他吧。好。莫先生，您回房间休息吧，我把这里收拾一下。不要管我，早点休息吧。莫先生，走吧，把灯关了。是。您这样做是有原因的，是吧？50万，50万足够买一个人的灵魂。爸，请您告诉我，您这样做是有原因的。我想我明白你现在的心情。人都有追求真相的欲望，可是真相却不是所有人都能承受得起的。我爸的事，您是早就知道了。可是我并没有追究什么。我对做生意完全不感兴趣，而且在商场上，出卖或被出卖，是最平常不过的事儿。在医院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您也已经知道我是谁。没错。不过这一切并不是少谦安排的，一切跟他无关。他当时甚至不知道我已经回来了。10几年前，我和他父亲离婚之后，我就去了德国。我们母子2个很少见面，不过有互通电邮。少谦心里那些不能也不会对外人说的心底话，都会在电邮里跟我说。这一切都与我无关了。我已经和你们没有任何关系了。
你打算重新开始？是。怎么开始？你失去了3年时间，你打算怎么追回来？或者，我可以帮你。不必了，谢谢你来看我的父母。我想一个人清静一下。童小姐，你怎么了？对不起，我有些不舒服。真的？被欺骗了太多，不敢随便相信人了吧？对不起，我以为您是装的。童小姐，时间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宝贵的，可是如果我们不懂得掌握时间，时间就不属于我们的了。我们可不可以争取时间，坐下来好好的谈一谈？过程中有哪句话不中听的，你可以随时离开。请慢用。首先，我要替少谦向你道歉。他太太也来找过我，她说她要替她的丈夫向我道歉，她说她自己也要向我道歉。我不喜欢慕容飞，这个女人心机太重，而且手段圆滑。当初如果不是迫不得已，少谦是不可能和她结婚的。少谦的婚姻几乎是一场殉难。他在结婚前的一晚跟我说：“妈，我这一生不会幸福的。”这个是他自己的选择。对，他对他父亲感情很深，就像你对你父亲一样。为了保住他父亲的基业，他固执得像个孩子，不惜一切。对不起，我真的……我知道，你现在不想听到任何关于少谦的事。我今天来，也不是想求得你的原谅，我是真心的想要帮你。谢谢你，可是，我想凭我自己的努力。怎么努力？你是一个很有天分的设计师，可是怎么样才能熬出头呢？相信除了努力，还得靠一些运气吧。你打算怎么帮我？像您儿子一样，花大笔大笔的钱买下一家设计公司，让我当老板？真的很谢谢你。我只希望，在我剩下的日子里，他可以放过我，原谅我的父亲，从此不要再想起我。如果你没有这份天分和灵气，我还不愿意出手。你的能力我已经打听过了，应该说，这里每一间设计公司的每一位设计师我都打听过了。我还没告诉你，我除了是少谦的母亲，我也是一位建筑师。建筑师？你可以上网搜索我的资料。我是德国魏玛包豪斯大学建筑设计院的蒋教授。蒋教授？我们那里的副院长是个中国人，年轻，有魄力，也是现任院长呼声最高的人选。可是他却宁可报效祖国。他打算明年来到中国。当他知道我要回来的时候，他就托我先在这儿帮他弄个房子。房子我已经找到了，设计师还没找到，佣金很高。你有兴趣的话，可以接接看。先别急着拒绝，最主要的是，如果你做得好，让他满意的话，他可以帮你写封推荐信到学校保送读书。那可是德国乃至于世界上都是一流的建筑专业学府，你可以学到行业内最先进和最高端的知识。可也别高兴得太早，这个人是出了名的挑剔，不好对付，搞不好你最后的下场就是半途而废，黯然退出。反正一切都凭你自己的能力，要不要接受这个考验？
当然，你可以考虑后再答复我。蒋教授，我想问您，您为什么这么帮我？对一个母亲来说，最难过的事情是孩子得不到幸福。你的父母也是一样的吧？我希望你能好好的活下去。当所有的事情都过去了，从今天起，好好的活下去，把你父母那份都活出来。我这是怎么了？莫先生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要对童小姐说呀？如果你不想说，我来给你传个口信吧。没有。走吧。是。同学，别动，坐好。你还是不肯放过我，你要把我抓回去是不是？谁要把你抓回去？是你刚刚在路上晕倒了。你怎么知道我晕倒的？你跟踪我？童小姐，是我发现的。我和莫先生正好去办事情，路上正巧碰到你晕倒了，所以莫先生要我送你去医院。啊！我不要去医院！你停车！你放我下车！你快放我下车！我不去医院！不舒服，你不要乱动。你冷静点。哎，你疯了你！童小姐，你干嘛呀？停车！好，我停车。停车！你坐好。停车呀！你坐好。我要下车。你现在不舒服。哎，同学，同学，放开我！别走！放手啊！我也不想理你，但看在以前的情分上，我不能看你死在路上。我宁可死在路上！你放手啊！别闹了！我把你送进医院，扔下你我就走了。我不要去！你放手啊！我求求你了！你明明赶我走了，干嘛还来再缠着我呀？别闹了，童小姐！放手！你的东西。莫先生，送他去医院，我自己打车回去。童小姐，你要去哪里？我送你吧。莫先生知道你不愿跟他在一块儿，都自己打车走了，你就领他这个情。好吧，麻烦你了。
是你？是你来过是吗？你想怎么样？你到底想怎么样啊？我是应该生气你一再打扰我的生活，还是应该感激你不打扰的把相册还给我？随便你。你出来！你出来！你出来啊！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小沈，你怀孕的事，月莹已经告诉我了。你不要怪她。那天你走了以后，我很想你，但是又不敢打电话给你，所以就忍不住打给了月莹，她也就忍不住告诉了我。她说你很坚强，但是也很彷徨，希望我可以在你身边帮你。我不会怪他的。你有决定了吗？如果你决定把孩子生下来，我会把他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。你已经是其他孩子的爸爸。子谦撒了谎，她没有怀孕。我并不爱她，但是我会负责任。我说过会和她结婚，然后我想带她去做体检，可她一次又一次的推脱我，所以我起了疑心。终于，她没有办法再隐瞒了，告诉我她是骗我的。那次你眼睛受伤住院的时候，我忍不住来看过你。我在病房一共待了4分钟，出去的时候我看过表，一共就只有4分钟。也许你不知道，这4分钟对我来说有多奢侈。我想，如果我再多待一会儿，
我可能就会忍不住说出什么可怕的话了。我一想到你，就感觉要崩溃了。后来木正飞请吃入伙饭的时候，我看着他带你走开，我以为你们是一对，然后我也走了。我去喝了酒，之前那天一直陪着我。生平以来第一次酗酒，喝得烂醉如泥。因为我知道，我可能再也等不到你了。醒来之后，我才发现，我在林子贤的屋子里，事情坏到不能再坏了。但我必须要对他负责。我们两个就走到了一起。后来他说她怀孕，我也就相信了。是我的错，是我让你承担的太多。不，不是你，是我。你还记不记得我第一次请你吃饭的时候，在快餐店？那天我们早早就吃完了，可是我不想走。你点的什么？丑小鸭吗？你点错了。我去洗手间。你以为我什么都没看到，其实我看到了，不过是一只纸鹤吧。你当时的神色是那样紧张，就像小偷一样。你明明没有偷东西。那时候我就在想，这个女孩到底失去了什么，失去了多少，连一只纸鹤都不敢开口向我要。当时我就下了决心，我要给你安全和幸福，这一生尽我所能，给你幸福。可是没想到，最后先说分手的，却是我。
怎么会这么轻易的跟你说出分手这2个字？后来我想去找你，可是又怕自取其辱。明明就是我先伤害了你，我还害怕自取其辱。我是真的想给你幸福，给你幸福。对不起，我没有做到。如果可以再有一次机会，我会尽我所能去补偿。本来是个意气风发的男孩子，如今怎么变成一个心事重重的男人了？如果我能替你扫去额头上的眉峰，那该有多好！我们都是那么的可怜，在命运的道路中跌跌撞撞，一路走来，我终于失去你，而你也终于没有能够抓紧我的手。不是我们爱的不够深，只是给我们的时间太少，我们相遇的太早。那时候的我们还不懂得珍惜，等到知道对方的重要性，却已经没有经历。这世界上的事情都没有办法再重新来一次。不，可以再重新来一次。如果你不想要孩子，陪你去做手术；如果你要，我愿意做孩子的父亲。再帮我折一只纸鹤，送给我的孩子。将来，我会对我的孩子说，这个纸鹤是在他还没出生的时候，一个叔叔给他折的。童小姐，进来吧。我不进来了，不好意思打扰你，我把东西交给你，我就走了。进来吧，进来坐一会儿，喝杯茶再走。现在家里就我一个人，就算陪陪我。那好吧。童小姐，换双拖鞋吧。我去泡茶。啊，不用了，我坐一会儿就走了。
请你帮我把这张卡还给莫先生。你跟他说，这里面是60万，是卖掉戒指的钱，他会明白的。莫先生把其他人都遣散了，只留下我和老马，很可能他以后都不会回这里了。我知道您很不想回这里，我应该去见您的。不过莫先生走了，也没说几时回来。老马请了几天假，回家去看孩子了。偏偏香秀又病了，没人照顾可爱，我走不开呀。他没有把你和老马都遣散，可能还会回来吧。还回来做什么呀？你都不在这儿了。是莫先生啊！莫先生，门怎么打不开了？哦，我从里面反锁了。发生什么事吗？没有啊。莫先生，家里有客人来过？没有啊。我想看电视。哦。虽然身长8米，体微超过1米，这样的我去给您泡壶茶吧。于是他寻找适当的位置埋伏下来，静静地等待出手机会。对于全世界最大的蛇来说，最好的猎物世界上最大的猎车——水豚。他上楼了没有？没有。哎呀，平时一回来就直接到楼上去换衣服，今天不知道怎么了，坐在客厅看电视。啊！丁管家，快躲起来！快点，快点！丁管家，哎，莫先生，你不是说给我泡茶吗？是，我正在泡茶。哎，莫先生，您先上去休息一会儿吧。怎么了？我没事。真的没事？我抖成这样还说没事？莫先生，是我不好，别怪他。莫先生，对不起。不关丁管家的事，是我求他让我躲起来的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来还钱。如果真的不想我知道你来过的话，就不要故意把东西放在茶几上。我是来还卖掉戒指那60万的，这个是你给我的附属卡，我把60万存进去了，连附属卡一并还给你。你吃饭了吗？如果没吃的话，我帮你做吧。童小姐，我先出去了。莫先生，对不起，
没事，去忙吧。是。你说什么？你跟我说你去还钱，我才让你去找他的。你现在还去帮他做饭？你别激动，你听我说。你别告诉我你对他还有感情，他是个魔鬼。他是个魔鬼，可是他也是孩子的爸爸。你打算做什么？我没打算做什么，我只是……这孩子不会再有爸。也许他一辈子都不会知道他爸爸是谁。我只是，或者，我只是想让孩子见爸爸最后一眼，陪他爸爸吃最后一顿饭。你就说我犯傻了。我只是为这个孩子感到难过。童小姐，没想到您竟然肯留下来。我也没想到他不赶我走。莫先生。哦，我来倒杯水。我来给您倒吧，您先。童小姐，您在这里吃过了再走吧。怎么突然间给我做饭呢？还是担心我会去告发你舅舅？希望我把罪证还给你是吧？不是。你要想对付我舅舅，你总会有办法的。就当是我对你的感激，感激你放过我，放过我舅舅，还有那60万，你也从来没有向我们讨回，是我们自愿还给你的。就是这样。是。你可以走了。孩子，你再看最后一眼吧。今生今世，我们都不会再回来。
乔小姐。好香啊，但是很普通。无数次我对照着你的照片，无数次我细细端详。你算是五官端正，还算长得清秀。可是比你美丽的女人实在是太多了。少谦究竟喜欢你哪一点？莫太太，我已经和莫先生一点关系都没有了。是吗？你上次也是这么坦然对我说的，不记得了？如果没有别的事，我要走了。他为什么对你那么好？也许在认识你之初，他就知道你是谁的女儿。这种禁忌让他对你无法自拔。请你不要再纠缠了。甚至在认识你之初，他就有一种强烈的报复猎奇心态，也许只是想逗你玩玩呢。我要走了。嗨，他宁可为了你跟一个三流明星闹出绯闻、闹出笑话，也要保护你。他宁可自己挣扎，也不让你知道真相，怕你知道你父亲是一个卑鄙小人而受不了。他竟然对你那么好。莫太太，上次你说你丈夫和我在一起是为了刺激你，同时报复我父亲。这次你又说你丈夫和我在一起是对我好。你到底决定要编哪个故事呢？请你决定好了再来跟我说吧。不要跟我说，你去跟你的丈夫说吧。还有，我们现在是一点关系也没有了。你怀了我丈夫的孩子，还说没关系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爸收了别人黑钱，泄露集团机密，害死了他爸，你还有脸给他生孩子？我没打算生下来，我会打掉的。好啊，我现在就带你去医院把他给打掉。你疯了你！你要是不去，就是在骗我。我不会轻易饶了你，我会把你的事情放到网上，让天下人都知道你未婚先孕，抢着帮别人的老公生孩子。生孩子可是件大事，我看我那傻弟弟敢不敢出来跟你考？好啊，你去啊，你去说去啊！到时候我就跟人说，你丈夫宁愿跟我生孩子，也不愿意跟你生孩子。我破罐破摔，没什么名誉不名誉的。你是富家大小姐，咱们看看谁更丢得起这个脸。真精彩啊！少谦真应该在这儿看看你的真实嘴脸。我还以为你多么清纯呢，没想到你的心眼那么脏。我跟了他3年，多多少少也从他身上学了一些手段。我警告你，请你不要再来纠缠我了。我想，你也不想让你的丈夫知道我怀孕的事吧？那就让我们共同保守这个秘密，从此各不相干。至于你丈夫爱不爱你，那都不关我的事。钟小姐回来了，脸色这么差，不舒服啊？要不要到医院去看一下？没事没事。
你乖啊，不要为难妈妈，不然妈妈没有能力保护你们。